今天必须把这事儿讲明白了。这不一早吗？我的一学员在新西兰，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韩老师啊，我新买了一个公寓，但是我在往里搬床的时候了。”我说哪里混混了？他说他的床头只能朝西。他说头朝西睡好不好？一直都听不好。我一听这个，我就跟他讲了，其实我给很多人都说过这个问题，但是呢，一直没有给大家详细讲过。我说这样，我跟你好好说说这床头到底要不要朝西。我是老韩，这里是元宝易学，用易学帮人解读生活当中的困惑，同时用风水的学问帮你去调理你的环境场，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其实这个床头能不能朝西的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听说过，而且呢，对这个观点啊叫深信不疑。你是不是也是这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我相信很多人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床头不能朝西。当然了，床头到底能不能朝西，我今天都给大家讲清楚。那其实第一个观点认为床头不能朝西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西方是极乐世界，西方是佛祖待的地方，换句话说，西方是往生的地方。那很多人就认为了床头朝西，那有可能就很快的去往生极乐了。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不是有点迷信？你不了解你就忽忽悠悠就去信了，是吧？所以这些人就会认为床头朝西不吉利，而且容易产生疾病，这是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他认为床头不能朝西的理由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床头不能朝西的理由，他们认为这西方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也就是说西方是暮气沉沉的一个地方。那头朝西睡，他就会认为我会接受一些什么呢？一些阴的能量，一些衰退之气的能量，进而影响自己的健康，影响自己的财运，影响自己的运势。但真的是这样吗？这不是又是一种迷迷糊糊、忽忽悠悠就信的一种说法吗？那第三种人认为头不能朝西的，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西方，尤其是夏天的西方，而且是夏天的下午时间段，太阳是最猛烈的，所以的睡房或者朝西的睡床就会特别的酷热。他们会认为，当人在这个情况下头朝西去睡觉的情况下，他们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头朝西睡觉就会容易接受暑气而病倒，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朝西睡。但是有没有道理呢？从生活角度来说，确实朝西的房子，尤其在夏天的下午是特别热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至于这种自然现象是否对于身体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个是没有人敢下结论的。所以还是一个讹传。刚说的这三个观点啊，其实是有些牵强，尤其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说是非常牵强的附会而已。那这问题就来了，这床头能不能朝西？在我们调风水的时候啊，我们会秉持一个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我们的理论根基。那换句话说，天是什么？其实是自然。那人在这环境场当中，他感觉到舒服、舒适，而且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甚至说他身体体感也会特别好。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认为这就是一种好风水的一个表现。它至于跟你头朝西朝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点。当然了，可能有人会说了，朝西的房间夏天很热，其实很简单，你夏天热是因为太阳直接晒到你的房间，晒到你的床上，所以你会感觉身体不舒服。但是你可以把窗帘拉上，你把强烈的阳光给遮挡住，不就完了吗？换句话说，你能不让阳光直接照射到你的床上和身上的时候，那这床头朝西的问题就不是大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头朝西睡觉的呀，不但没有什么不吉，反而很多人都是大吉大利的。当然也有人会跟我抬杠，跟我说，韩老师，你看我家的谁谁谁就是因为头朝西他去生病的。我跟他说，这样，你第一个你把他的生辰八字拿来，第二个你把他的户型图拿来，我来告诉你他的生病原因到底是不是头朝西的问题。其实在我们调风水来说，这种头朝西头朝哪儿其实都不是最关键的点，关键点是什么？你整个房间的布局，还有你这个房间的我们叫格局。什么叫格局啊？就是你的门、你的厨房、你的厕所、你的卧室，同时呢，你的卧室还要分主卧、客卧，还要分哪个是主人房，哪个是孩子的房间，哪个是老人的房间，如果再有书房等等，这几个房间我刚讲的这几个，它们是如何组合的，这个叫什么？这叫风水格局。这个格局是指你整个房间内的这么一个格局，这个格局你只要是对了，再符合你的八字，符合你的运势，你的财运、官运、工作运、学习运就会大大提升。
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调风水的一个关键，而不是说你头朝哪儿的一个问题。那些在我们看来只是一个很外围的一个小问题，而且可以忽略不计。还是我说的，如果你感觉这个地方特别舒服，如果你躺下来之后感觉没毛病，而且自己体感也不错，那这个地方的风水就是好风水。比如说商圈，我经常去一些商业中心，那我去干什么？我去感受整个的地气。你比如说我现在待的位置，它就在天津市的万丽天津宾馆，当然这不是给他做广告，而是什么呢？而是我走在整个酒店门口这个路上，去感受周围的这些建筑，我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地气特别足。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而且找时间我会给大家讲讲万丽天津宾馆的它的一个风水是怎么样子，它是怎么去布局风水的。同时它的对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银行大厦，具体哪家我就不说了，它的风水也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它符合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这么一个布局。这个布局它做下来以后，对于它整个银行的招财、吸财、纳气等等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相信大家没有去实地考察过，或者说不太会看风水的人，可能也不太会理解其中的一些含义。但是没关系，通过我的视频，你可以去多学、多看、多积累一些易学相关的经验。如果你更愿意去做一些系统的学习，也可以直接找我联系，因为我们也会不断的会推出一些课程啊，包括带一些学员的、带一些长期的一些学员。所以你想学习的，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或者你对你自己的运势感觉迷茫，包括你对你的家庭的风水布局感觉有些困惑的地方，也可以跟我联系，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你做1对1的解答。另外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你会推出这种针对下一年的这种大流年预测服务，同时会帮你分析清楚下一年每一个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去规避，细化到每个月，不是每个易学老师都能做到的，所以大家要把握好这些时间。另外，今天看视频的人可是来着了，我呢免费给大家送一本我写的测算未来的书。那通过这本书，你会更好的了解我讲的所有的内容，不管是八字的，包括时空八字的，包括风水的，包括起名字一些基础知识、底层逻辑的内容。我在这本书中，我也列举了大量的八字案例，同时告诉你如何通过天干地支去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如何真正看懂一个人的八字，看懂一个人的干支，从而也能帮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新的人生的机遇。当然了，通过学习之后，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路如果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来问我。所以我的学员我不可能不管吧。好了，那喜欢我的视频也欢迎点赞、分享、加入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我以后新传的视频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了。谢谢你的观看。